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开启一个新的系列，想和大家聊聊王阳明的心学。其实一直都有网友希望我能讨论这个话题，我也觉得这非常有趣，值得深入挖掘。但因为这个话题相当复杂，就一直没有动笔。刚好最近读了一些关于宋明理学的文献，就把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一些想法串联起来了。我们知道，阳明心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部分，也可以视为宋明理学的巅峰。我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人，我关注的并非是一个历史上存在的儒家思想，而是它与当代中国的联系。很多时候历史是重复的。通过我们的讨论，相信大家会发现，虽然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理学，但它其实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理学和心学作为一种精神结构，其实远远没有成为历史。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作为该系列的一个开篇，聊聊心学的本质。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想聊聊阳明心学？这首先是因为它是近几十年来在中国中产阶级内流行起来的一门显学。在当代中国，王阳明的心学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他本人在明代拥有政治家、军事家与思想家的三重身份，是中国文化下的成功人士，更在于他的思想提供了一种修行范式。在各种企业培训、国学课程、成功学讲座、身心灵、修行和成长类心理学书籍中，阳明心学频繁地被引用和推崇，几乎成为当代中国的心灵和国学领域的支柱之一。另一个与王阳明类似的人物是曾国藩，他同样是中国成功学的一大热门 IP。你可能不了解王阳明，但你一定听过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外无物、格物致知。这些话语并非都是王阳明原创的，但他确实诠释出了新的意义。这些话语似乎都在强调这样一个观念：个体的内在心灵，或者说良知，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实践能力和认知能力的，不需要向外求。正是在这一点上，阳明心学呈现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人格独立和自我觉醒的叙事。它不依赖于任何具体的知识、物质条件或者人际支持，而是鼓励人们通过内在反省、直觉洞察与精神修炼，就能摆脱烦恼，实现稳当快活的心理境界。抛开阳明心学的话语，我们说这种思维方式本身也是相当普遍的，有时候也会以某些西方心理学或哲学的形式出现，但它归根到底还是一种东方的智慧。相信大家还记得，我们曾经做了4期视频，讨论了被讨厌的勇气的思维方式。其实这本书就有着鲜明的阳明心学的痕迹。我们知道，阳明心学对日本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明治维新及其前后的思想界、政界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日本自江户时代开始便系统引入阳明学，到了19世纪中叶，阳明心学已成为影响日本民族精神与政治文化的重要哲学之一。东乡平八郎、西乡隆盛等明治时代的主要人物均深受王阳明影响。日本政府将阳明心学的开创者中江藤树确立为道德标杆和民族英雄，并从阳明学中挖掘出了一系列服务于日本国家主义和天皇体制的思想。进入20世纪，一些日本学者深感日本受到全盘西化浪潮的影响，决心从东方哲学挖掘出对抗西方的理论资源，而阳明心学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无法确定岸见一郎本人是否系统研究过阳明心学，但他在无意识中受到心学影响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在书里呈现出的那种对个人勇气的极度强调，那种近乎神秘主义的主观决定论，都与王阳明的思想很相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本书在中国能成为畅销书，因为它的内核可能本来就是从中国出口的。如果说阳明心学在今天的中国热潮是因为它看起来更贴近个体的心理成长，那么它对中国更深层、更持久的影响，还是体现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我个人认为，阳明心学的影响力可能是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因为我们知道，毛泽东本人是相当推崇王阳明的，他的很多思想放在阳明心学的背景下就很好理解了。
毛早年受儒家经典熏陶，在青年时期便反复研读《传习录》。我们之前曾经多次引用毛泽东年轻时的那封信，在信中，他提出改变中国的关键在于要抓住大本大源，要从大本入手，一切细枝末节的问题都可以化解。这个大本听起来很神秘，但它完全是从宋明理学引申出来的概念。再比如，毛在1958年写下六艺神州尽舜尧的诗句，这几乎可以视为王阳明满街都是圣人的翻版。在王阳明那里，人人皆有良知，所以人人皆可为圣贤。在毛那里，这种观点变成了人人都可以从灵魂深处闹革命。从整风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都无比熟悉的思想改造、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原则，与宋明理学中的内省修身、诚心正义、格物致知的功夫是高度相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视频里会详细讨论。阳明心学本身是明代士大夫阶层流行的一种内省修身的思想，却在20世纪推动了如大跃进和文革等一系列激进的政治实践。这看似是一种扭曲，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刻的必然性。发现一些看似不相干的事件背后的联系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不过在讨论王阳明的哲学观点前，我们会发现他身上有两个矛盾和奇怪的点。首先，阳明心学看起来极端强调自我觉醒和人的主体性，他将宇宙天理的根基从外在自然转向了人心内部，所谓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不仅理在心中，连物都在我的心中，可以说是相当极端了。他的知行合一的观念强调一个人不需要外在的律令和指导，只要诚心正义，行动就自然合乎天理。这似乎是承认了一个人的主体内部就有完备和充足的认知能力与道德禀赋。然而，这样一种看起来相当自我觉醒的理论，却出现在明朝这样一个高度专制和压抑的时代。我们说，虽然秦制是由秦朝创立并推广到全国的，然而这套制度真正达到巅峰却是在明代。明代的皇权从一开始就以一种野蛮和恶劣的方式扩张，并贯穿整个王朝的始终。这体现在骇人听闻的株连、文字狱和酷刑，皇帝建立起由本人操纵并凌驾于常规司法机构之上的秘密警察和特务法庭。再比如，明代皇权建立了远比前朝严厉的户籍制度。与皇权的扩张形成对照的，则是儒家士人更彻底的自我驯化和自我贬义。正如我们在去年6月22日的那期讲中国式成功的故事里所说的，宋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在向皇帝谢恩时使用几十小臣这样轻贱的自称。到了明代，士大夫的这种卑微的处境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他们越来越多以犬马、虫子、老鼠自比，这反映了明代士大夫日益低下的地位。明代儒家士人的这种人格崩溃，在他们的文学作品有大量体现。比如明代唐伯虎以才气奔放著称，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朝也忍，暮也忍，苦也忍，乐也忍，痛也忍，饥也忍，寒也忍，戚也忍。一连说了16个忍。这从侧面反映出明代士人对宦海沉浮、命运难测的一种深刻忧虑。包括王阳明本人也曾被太监刘瑾施以廷杖的酷刑，并差点被秘密处决。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阳明心学那种看起来相当自由洒脱的气质就显得很诡异和突兀。另一个矛盾的点体现在王阳明的思想和他行为的反差上。王阳明主张万物一体之人，就是说世间万物都共享和渗透着仁爱的精神，圣人就是能自觉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把天下之人都当作自己的亲人来教育和奉养。在临终时，弟子问王阳明有什么遗言，王阳明说自己的心光明磊落，没什么可说的。但现实中，王阳明绝不是一个温和的儒生，而是相当老练的将领。他之所以能经常取胜，与他的毒辣手段是分不开的。明史记载了王阳明平定江西民变的过程，他先是营造节日氛围，招降叛军的首领，邀请首领参加宴会，然后挨个把这些首领处决。或许有人会说，这是那个时代儒家官僚的常规操作。不过王阳明接下来干的事情就更离谱了。在处决了这些首领后，他立刻带兵攻打叛军的营寨，将剩下的人斩尽杀绝。
明史记载是杀了2000多人。因此，王阳明在当时就给人留下了多诈的印象。另一个事件是镇压广西瑶族的民变，其实整个明代，西南民族都在不停的反叛，这与朝廷的剥削和腐败有直接的关系。不过王阳明的态度则是以剿灭为主，他在许多给下属的命令和文书中都反复强调，对待叛军要悉拔根苗，无一后患，分不搜拔，必焦泪无疑，就是说要坚决消灭，实行斩草除根的大屠杀。这其中当然包括老人及儿童，因为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造反的。他在命令中提醒下属，尽管打败了叛军的主力，但必须继续剿灭，不要觉得死灰就不能复燃，要持续不断的动员，保持高压。王阳明还发明了10家牌法，就是以10户人家为一排，设立排长，牌子上注明每户人家的人口、籍贯、职业，如果有一家包庇盗贼，其余9家要连坐，如果有人口变动，都必须向官府申报，否则就是黑户。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盗贼都是活不下去、铤而走险的普通人，而朝廷也只不过是最大的土匪。朱元璋和张献忠都有着相似的背景。盗贼虽然做了很多坏事，然而王阳明的军队在占领南昌后，他的部下照样烧杀抢掠，他也只是象征性的惩罚了10几个人。所以说，土匪和朝廷没有太大的区别。王阳明这种斩草除根的操作，虽然能快速止住叛乱，但也让民间的造反者再也不可能与官方有任何的信任和共识。这就体现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那种空前绝望和互害的状态。比如李自成和张献忠一旦抓住明朝的皇族和官吏，都会采用最为残酷的方式将他们折磨到死。王阳明的思想和行为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曾国藩，这位儒家的圣人在各种家书和日记里反复提到修身齐家，把一切行为都看作是道德修炼的机会，但这也不妨碍他对平民的极端残酷，比如在安庆和南京的屠城，以及使用欺诈手段对投降者彻底剿灭。或许有人会说，不能用一个人的现实行为来否定其思想的合理性，思想与行为是可以分开的。对于这种宽容原则，我是认同的。毕竟，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也都有着令人争议的生活，没有人的私德是完满无缺的。但问题在于，王阳明的思想与他的行为并非毫无关联，恰恰相反，他的思想与行为完全是互相支持的。这并不是要对王阳明或者曾国藩做出道德上的评判，我们关心的是，阳明心学一边主张此心光明，心外无物，但从当事人的人生来看，他似乎并没有给我们一种精神自由的感觉，反而是成为了一个维护皇权专制的一台高效冷酷的杀戮机器。这种反差的奥秘就隐藏在他的理论之中。要理解这个奥秘，我们就需要追溯到他的思想源头，也就是理学本身。我们会发现，从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这条思想路径其实是一条不断内卷、不断自我封闭的道路。它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缩影。下期视频，我们来聊聊中国文化的危机是如何孕育理学的，以及怎样把握它的精神实质。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